穿越后，我故意错过和丈夫的每一次相遇。他留在临江工作，我就考到荆州上大学。他为了我在荆州落户时，我果断申请出国读研，只因为我穿成了书里的恶毒女配。我这是成了那篇故事里最能折腾的姐姐。照原来的情节，我会硬逼男主娶我，婚后被他冷淡。后来又因为嫉妒陷害妹妹，被关进精神病院，最后活活冻死在猪圈里。小顾同志，我们也不是存心逼你娶婉和。乡下不比大城市，姑娘家的名声出了岔子，那就是他天的事儿。你要是不管他，回头再娶秀宁，我们一家往后还不得让全村人戳断脊梁骨？还好我来得够早，一切都能挽回。我绝不能再走向书里那个悲惨结局。娘，顾同志下水只是为了救人，没占我便宜。这门亲事我不认，也不用他来负责。你是不是昏了头？不让他娶你，你以后还怎么见人？闹腾了这些天，你要的不就这个结果吗？顾同志，今天多亏你救我，我清楚急救是怎么回事，不会拿这个赖上你。只是我再过1年就高考了。闹出这种事儿，原来的学校恐怕待不下去，同学在背后也少不了议论。你能不能替我问问顾叔叔，让我去荆州把高中读完？我先想一想，回去以后再给你答复。行，娘，咱们先回家。踏实读上几年，考所好大学，再分个稳定单位和住处。装的倒像那么回事。你若是真心想去荆州念高中，我可以托家里替你问问转学的事，但最好别借这件事打别的主意。小顾同志，你这话也太没良心了！出了这样的事，你们本来就该成亲，你好歹也是个有正式工作的人，怎么能连这点担当都没有？娘，我伤过秀宁，两家又闹出这么大的误会，就算顾同志愿意，他家里也未必会同意这门婚事。我去荆州念高中，离柳溪村远些，这里的闲话就传不过去。等我考上大学，分配了工作，再在荆州找个合适的人，不是更好吗？说到底还是奔着攀高枝去的。叔叔婶子，我先回单位给父亲打个电话，请他帮忙联系学校。等明天学校那边确认下来，我就过来接他们去荆州。那成，这事儿可麻烦小顾了，别急着走，留下吃顿晚饭吧。秀宁，你那个相亲对象又高又精神，不会真让你那个坏姐姐抢走了吧？她也太招人烦了。没有，顾大哥压根没答应娶我姐。那可真是谢天谢地。不过你姐往后怕是难说亲了，就算能嫁，也只能嫁给年纪大点的了。嘘，这话可别传出去，谁都不能告诉我。我家里特意交代过，这事儿不能往外传。你尽管放心，我一个字都不会告诉别人。表哥，我刚打听清楚了，城里来的顾同志根本不肯娶林婉和。我马上回去叫我娘，这就上林家说亲。林家婶子，开门，我们来给孩子说亲了。听说顾同志没看上你家婉和，那就让她嫁给我家大勇，丑话先摆前头。我们家可是1毛彩礼也不会出。就你们家还敢惦记婉和，趁早给我走远点！娘，哪怕凑2块5也行，我是真心想娶婉和。她名声都坏成这样了，还配跟我要彩礼？你只管等着，等婉和彻底说不上婆家，林家自然会低头来求咱们。到那时候，办酒摆席的开销也得让他们一分不少的掏。同志，你就是秀宁的相亲对象吧？今天是专程来接她们姐妹去荆州的。对。哎呦，难怪我们今天去林家说亲，婉和死活不肯答应。顾庆人家是准备去荆州另挑条件好的。
你还蒙在鼓里吧？他以前见我家日子过得不错，背地里早就跟我儿子谈上了。他喝了我儿子不少麦乳精，连我家的布票也用过。后来瞧上了你，转脸就把我儿子丢到一边。昨天听说婉和出了事，我儿子急得一夜都没睡，天刚亮就拉着我上林家说亲，谁知我们连圈门都没迈进去就被赶了出来。他们还说婉和马上要去荆州读高中，将来能找个更体面的，让我儿子别做白日梦。对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婉和一直背着人跟我来往，上学那会儿，他的自行车是我推的，饭盒也是我替他拿的。他哪里是真心来镇上念书，分明是想在镇里挑个对象。话都说完了吗？婉和从来没给过我好脸色，可我儿子说他们私下就是在处对象，他现在分明是吃着碗里又盯着锅里。顾同志，你可别让他给糊弄了。动作都快点儿，把行李拿好，赶紧往村口去。顾大哥，你来啦！秀宁妹妹，你好。顾同志，辛苦你跑这一趟。没事。顾大哥，我的介绍诊也办好了吗？已经办好了，先放在我这里，到了地方再交给你。好，那就麻烦顾大哥了。到了荆州，先把自己的终身大事放在心上。顾家这门亲事要是走不通，就留意那些有文化、有正式单位的。将来留在荆州，让婆家替你安排份工作，可比埋头念书实在多了。听到了没有？你可得抓紧找个对象，把婚事定下来。要是高中都念完了还没着落，再灰溜溜的回柳溪村，就真只能找那些一直没成家的老男人了。娘，你别替我发愁，到了荆州以后，3个月之内，我一定给自己找到合适的对象。好，那就好。3个月就要找到好对象，他果然满脑子都是攀高枝。秀宁放假还能回来看看，可婉和这一走，往后再回来就不容易了。这就是我在信里跟你说过的杏仁奶油酥，拿去尝尝。谢谢顾大哥。那姐姐没有吗？这是单独买给你的。谢谢顾大哥，这点心又香又甜，真好吃。姐，你也吃一块吧，别跟我生气。秀宁，顾同志是来和你相看的，他给你买东西很正常，我有什么可生气的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顾同志特意买给你的，肯定也是想让你尝尝。我其实不爱吃这些，你还是拿去吃吧，别辜负人家的一番心意。林婉寒落水醒来以后，怎么像是彻底变了个人？同志，麻烦问一下，站里的厕所往哪个方向走？老顾，小嫂子想去厕所，你陪她过去吧。什么小嫂子？别随便拿女同志的称呼开玩笑。难不成车里那位才是老顾要相看的姑娘？老顾，是我弄错了，我还以为刚下车的林婉和同志就是你的相亲对象。以后说话注意分寸，别拿女同志的名声开玩笑。你去带林婉和同志过去吧。好，林婉和同志长得这么出挑，竟然不是老顾要相看的那个人。林婉言同志，刚才有点误会，走吧，我带你去找厕所。没关系，和顾同志相看的人是我妹妹林秀宁，我只是跟着去荆州上学。
顾大哥，我也想去一下。再耽搁下去，可能赶不上检票。我自己过去就行，不会耽误太久的。好，我让小程陪你走一趟。顾同志居然没亲自陪着，而且相看的姑娘腿脚还有伤，看来小嫂子这3个字真不能乱喊，这门亲事成不成还说不准。先把手松开。林婉和同志，你最好注意分寸，别再做这些容易让人误会的举动。不是这样的。对不起，顾同志，刚才人太挤，我真不是有意撞你。不用再解释了，从现在起跟我保持该有的距离。你要是再做出越界的举动，我只能请你自己回柳溪村。顾大哥，你别再生气了，姐姐可能是因为太喜欢你，才会一时没控制好。这里这么多人，你就别继续说她了，这次原谅她吧。姐，你别这样，我不跟顾大哥相看了，还不行吗？姐，你别再拿自己的名声胡闹了，只要你真心喜欢顾大哥，我可以退出，成全你们。什么？瞧着挺标致的一个姑娘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？连亲妹妹要相看的男人都抢，也太不知羞了。他就是故意在人多的地方往这位男同志身上扑，回头再反咬人家一口，这种心思也太坏了。没错，赶紧去叫站务员过来，把事情问清楚，不能让他随便讹人。林婉和，谁愿意跟你一起去荆州？你就该留在村里，嫁给那些一直娶不上媳妇的人。修宁，你是我的亲妹妹，刚才发生事情的时候，你根本不在这里，怎么能不问清楚？就这样冤枉我？刚才有位大叔扛着草席从旁边经过，席卷扫到了我，我站不稳才往前摔的。我根本不知道前面的人是顾同志，刚才只顾着躲那卷草席，情急之下才伸手扶了一把。我只是怕自己摔倒，没有别的意思。郑海山同志当时就在附近，他可以替我证明。老顾，林婉和同志说的是真的，这回确实是你误会他了。真是对不住这位女同志，刚才我家孩子在后面喊我，我一回头，肩上的草席就扫到她身上了，这事儿怪我。姐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只看到你从顾大哥身边摔倒，又听见他提醒你注意男女之间的距离，就以为你还喜欢他，想跟他处对象，都是我没弄清楚。秀宁，最早和顾同志相看的人确实是我，可后来爹娘逼着他娶我时，我已经当着所有人的面拒绝了。那些话你不是亲耳听见了吗？为什么现在还要把这种事扣到我头上？原来最先和这位同志相看的是站在旁边的姐姐。这么说，是姐姐没谈成，家里才又安排了妹妹。要我说，姐姐跟这位男同志站在一起，看着倒是更般配。姐，对不起，全是我的错，你打我吧，我不该没问清楚就怀疑你的。算了，既然今天已经把事情讲明白，以后你应该不会再这样误会我了，对吧，妹妹？不会了。这件事是我判断错了，我应该向你道歉。火车马上就要发车，我们先上车，剩下的话到车上再说。好，这件事过去就算了。顾大哥，我是怕姐姐又像在家里那样闹起来，才先入为主的怀疑她。没想到这次真是我弄错了，都怪我不好。你也是因为以前的事才会多想。走吧，先上车。
这里有馒头，你们饿了就拿着吃，别客气。他居然没有把细粮留给自己，反倒全拿出来分给别人。稀奇了，老顾还真在给林婉航同志写道歉信。林婉和同志，这是我写的道歉信，你先看看，哪里没有说清楚，我可以继续补充。顾同志啊，你已经当面向我道过歉了，真没必要把事情弄得这么正式。当面道歉是一回事，把这场误会写清楚是另一回事。我既然错怪了你，就该把态度说明白。既然是我做错了，就该及时反省，把事情说清楚。秀宁妹妹说，我以前寄给她的那些信都被你拿走了，请你把信还给她。抱歉，顾同志，那些信已经被我烧掉了，一封也没留下。秀宁那边，我会亲自向她解释。又生气了，莫名其妙。他们到了。顾大哥家里竟然这么气派，等我嫁给他，楼上楼下这些房间就都是我住的了。奶奶、爸，我回来了。这位是林婉和同志，旁边是林秀宁妹妹。顾奶奶、顾叔叔，你们好。你就是妹妹林秀宁吧？顾奶奶、顾叔叔，我才是林秀宁。我要留在荆州念中专，往后少不了打扰你们，实在给你们添麻烦了。顾叔叔，这些年多亏您一直照应林家。3年前村里遭旱灾，要不是您寄来的12-10斤粮票，我和秀宁恐怕早就没书念了。当年要不是你父亲救我，我这条命也留不到今天。我们两家的情分，不用算得这么清楚。坐下缓口气吧。丁爷，准备2盆温水，让他们洗洗脸和手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谢谢丁姨，麻烦您了。不麻烦，赶了一天车，赶紧洗洗吧。谢谢丁姨。婉和，你说普通话一点乡音都没有，功课应该也学得不错吧？你这次在班里排多少名？顾奶奶、顾叔叔，姐姐前段时间身体一直不好，期末考试才没发挥好，她平常的成绩应该没有这么差。秀宁，我记得你只比姐姐小1岁，她都念到高2了，你怎么才初中毕业？家里的活儿实在太多，那时候我爹的腰又伤了，我就停了2年学，留在家里帮忙。停了2年还能考上中专，说明你既聪明又肯用功。你在全县排第几？谢谢顾奶奶，我考的也不算特别好，是全县第29名。停学2年还能考到全县29名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我今晚先回宿舍收拾一下，明天我再回来，带秀宁妹妹去市医院检查腿伤。秀宁妹妹，这只书包送给你，算是给你的入学礼物。顾大哥，这个书包一看就不便宜，我不能收。别跟我们见外，快拿着吧。你考上中专，这是你顾大哥奖励你的。以后把这里当成自己家，周末放假就回来住。叔叔也给你准备了一份，算是祝贺你考上中专。谢谢顾叔叔，我以后一定认真念书，不辜负你们。奶奶、爸，我先回宿舍了。去吧。表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到不久。这次相亲的怎么样？我未来表嫂子长得好不好看？
表哥，未来表嫂也太漂亮了，比我们系公认最好看的女生还出挑。向东，她们是来荆州读书的邻家姐妹。婉鹤准备转来念高中，秀宁已经考上了中专，以后暂时住在我们家。这是程铮的表弟周向东，开学就读大2了。婉鹤功课上有不懂的地方，可以请向东帮你讲讲。向东的母亲正好是育英中学的年级主任，也就是你准备转移的那所学校。向东哥，你好，我叫林婉禾，旁边是我妹妹林秀宁，她才是顾同志准备相看的对象。向东哥，我是林秀宁，你已经是大学生了，真让人羡慕，以后我可得多向你请教。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，是我妈天天盯着我才勉强考上的。你能考进中专也很了不起。这么晚了，你来做什么？我妈让我给姥姥和舅舅送些苹果过来。东西送到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表哥，我还没跟姥姥和舅舅说上几句话呢，你怎么急着把我往外赶？向东，暑假在家把功课复习好，多参加些学校组织的实践活动，别一天到晚往这里跑。为什么不能来？刚才舅舅还让我帮婉和妹妹补功课呢。婉和有不会的功课，可以直接去问你母亲。她要是找你讲题，就在家里当着长辈的面讲，别觉得自己是大学生就不用注意影响。她年纪小，又刚来荆州，你们单独往来容易让邻里误会。表哥，我怎么记得舅舅最早给你安排的相亲对象叫林婉和，怎么现在又成了秀宁妹妹？他们只是暂时寄住在顾家读书的，别胡乱猜测。不会是你整天冷着一张脸，把婉和妹妹吓得不愿意跟你相看吧？她长得漂亮，说话也温温柔柔的，身边肯定少不了追她的人。我刚才提醒你的事，你最好记清楚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也别总往这里跑。和2位女同志都要注意来往分寸，尤其别和婉和单独相处，有事就在家里当着长辈的面说。之前不知道你们姐妹会来荆州，家里还没来得及收拾住处，现在只有1间空房能住人。秀宁的腿还伤着，需要安静休息。婉和，你先和丁姨住一个屋吧。好的，顾奶奶，我住哪里都可以。秀宁，你腿上还有伤，又在火车上熬了2天1夜，赶紧上楼休息。这里让丁姨收拾就行。对，快把碗放下，你现在可不能累着。顾奶奶肯定已经认定我这个孙媳妇了。妈，你是不是对婉涵的成见太深了？让姐妹俩住在一起不就行了？一张床又不是挤不下2个人。你等会儿给玉华打个电话，让玉华管紧向东，不能再让他和林婉和私下接触。妈，你为什么非要把事情弄成这样？让向东帮婉和补功课，说不定开学以后他的成绩真能赶上去。哼，你看他现在装正的安静规矩，就把程铮在电话里说的事儿全忘了。他为了逼程铮娶她，连自己的亲妹妹都敢伤，还用跳河威胁人。他来荆州真是为了念书吗？分明是想攀个条件好的对象。哼，谁知道他会不会转头把心思用到向东身上？妈，别人转述的话终究隔着一层，我今天亲眼看见的婉和程潇说的完全不一样，这中间很可能真有误会。程铮专门找柳溪村的村支书问过情况，怎么可能会是误会？我的态度不变，他要是肯安分守己，我们就供他把高中念完。他要是再动歪心思，就让他回柳溪村，以后多照顾秀宁，也算对得起林家的情分。顾奶奶刚才那些话就是故意说给我听的。你这孩子怎么还在忙？你是家里的客人，哪能让你刚到就干活？快回屋歇着去。丁姨，我和妹妹突然住进来，已经给您添了不少麻烦，往后每天还要多洗多做2个人的东西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家里平白多了2个人吃饭洗衣，您的活一下重了不少，所以我想趁暑假找份替人做饭收拾屋子的工作，
一来不给您增加负担，二来也能挣出自己的高中学费。那还真是巧了，我在供销社认识一个蒋婶儿，她一直在师范大学方校长家帮工。她丈夫前些日子干活摔伤了腿，她正准备回老家照顾人。我明早去买菜时，要是碰见她，就替你问问这份活儿。谢谢丁姨，明天早上我跟您一起去，也好当面问清楚。顾大哥，向东哥现在有谈对象吗？你突然问他的个人问题做什么？是姐姐。昨天晚上你和向东哥出去之后，我看见他一直站在窗边，盯着向东哥离开的方向看。姐姐还夸向东哥是大学生，人长得精神，母亲又是高中年级主任。今天一大早他就一个人出门了。他还特意叮嘱我，不准把这些话告诉别人。向东哥要是已经有对象，我就劝姐姐早点打消主意。送秀星妹妹回家后，得赶紧去确认一下婉和是否真的去找向东了。伤口已经快好了，再换几次药贴就没问题，不会影响正常走路。程铮，你是来找向东的吧？他一早就约了几个高中同学去郊外水库钓鱼了。今天怎么闷成这样，连口气都喘不匀。算了，忍一忍，马上就到了，还要攒钱交学费呢。看来他没能见到周向东。怎么样，方校长家对你还满意吗？这份活定下来没有？已经谈好了，他们愿意留下我，让我明天就过去做事。顾叔叔，我过来跟您说一声，我已经在方校长家找到了一份照顾起居、负责做饭的工作，明天就准备搬过去住。婉和，学费的事儿不用你操心，暑假里出去锻炼一下也好，但不能耽误功课。将来高中以后，你想留在荆州找到正式工作，并没有那么容易的。顾叔叔，您放心，我不会因为出去做事就把学习落下。顾同志，你是不是要用厕所？不用，你继续。怎么连水都没搅干净？这是林婉和白天穿在里面的。顾同志，你是不是要用厕所？你这孩子，难怪昨晚那么晚才睡，原来一夜之间把全家的衣服和床单都洗了。丁姨，我也没别的东西能谢您，只能替您多做些活。我本来还想帮您把早饭做好再走，可今天得去方校长家报到，等顾奶奶和顾叔叔醒了，麻烦您替我说一声。早饭不用你管，我自己忙得过来。你赶紧去吧，这包红薯带上，路上饿了就吃。好，谢谢丁姨。走出这道门以后，我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。婉和呢？
怎么不见婉和？婉和今早就已经搬去方校长家了。姐姐竟然自己搬走了。顾奶奶、顾叔叔，可她根本不会做饭。以前农忙时家里让她做过一次，结果一家人吃完全都又吐又拉，折腾了整整一夜。不至于吧？婉和这2天帮我做了不少事儿，连院里的衣服和床单都是她昨晚洗好的。那你亲眼见过她下锅炒菜、开火做饭吗？这不是胡闹吗？她要是把方校长一家吃出毛病，或者烧坏了人家的房子，咱们顾家怎么向人家交代？怎么能把一个从不干活还总惹麻烦的人介绍去做饭照顾人？丁姨，你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把婉和找回来！她这时候应该已经到方校长家了，可我只知道大概位置，不清楚具体住在哪栋楼。那就马上联系程真，让他去方校长家看看，别真让婉和闯出祸来。程正，你有没有方校长家的联系方式？秀宁说婉和根本不会做饭，家里担心她闯祸。我现在联系方校长的儿子。爸，你们先别着急，离准备午饭还有时间，来得及问清楚。程铮怎么说？他来到荆州才第3天，就惹出这么大的麻烦。妈，程真已经去联系方家了，等他把情况问清楚，咱们再决定怎么办。我就说他怎么突然抢着做帮工，原来方校长家还有个优秀的儿子，他是想住进别人家，趁机接近人家的儿子。婉和没有你说的那些心思，他只是想靠自己挣学费。他明知道自己不会做饭，还央着丁姨替他介绍这种工作，算盘打得可真精。知道请得起住家帮工的人，家境肯定不会差。等他住进去，再想办法赖上对方的儿子，不就顺理成章了？顾奶奶，您先别生气，别为了姐姐气坏身体。哼。请问是方博罗医生吗？我想请你帮我联系一下你父亲。方医生正在手术室抢救病人，现在不能接电话。临时会议马上开始，和这项工作有关的人都已经到会议室了，就等你过去。已经这个时候了，直接去方校长家看看吧。方校长家新来的那个年轻姑娘做菜可真有两下子，她炖的酱香排骨，香味儿隔着一栋楼都能闻见。可不是嘛，我光闻着那个味道就饿了，肯定特别下饭。我早上买菜时还见到她了，那姑娘长得又白净又水灵，比宣传画上的演员还好看。方校长，婉和，家里来客人了，再添一副碗筷，把留在锅里的那碗酱香排骨也端出来。知道了，马上来。这一桌菜都是林婉和做的。为了避免麻烦，还是装作不认识的好。校长，我回荆州工作已经半年，一直没抽出时间来看您。昨天一位南方来的老同学带了些新鲜龙眼和黄鼻果，我拿来给您和师母尝尝。小顾，你能记着过来看我就已经很高兴了。这些新鲜东西还是带回去留给你家老太太吃。下次过来记得提前说一声，我好让婉恩多准备几道拿手菜。校长，我来之前打过电话，可一直没人接。今天突然登门确实冒昧，其实我主要是想……我们家的电话坏了好几天，你这么郑重的跑过来，不会是来给我送结婚请柬的吧？我听说你父亲给你安排了相亲，这么快就把结婚的日子定下来了？没有，还没到那一步，那是准备等姑娘高中毕业，再商量结婚的事儿。小顾，既然已经把人家姑娘接到家里照顾，就该尽早把关系说清楚。一直这样住着，外面难免会有闲话。校长，情况不是您想的那样，我父亲是为了报答林家的救命恩情，才接她们姐妹来荆州读书。我一直把她们当妹妹照顾，并没有和谁处对象。
只是妹妹。可我听说其中一个姑娘就是你父亲替你选的相亲对象。你刚回荆州工作时，有不少人想给你介绍对象，不也都被你父亲回绝了吗？那些都不合适。原来事情是这样。照你这么说，现在还没有正式交往的对象？没有。校长，我下午还有事情，先回去了。饭菜都已经端上桌了，吃完再走吧，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。婉和，剩下的活先放着，过来跟我们一起吃饭。婶婶，我现在还不饿，你们先吃，我把锅和灶台收拾干净就行。你天刚亮就过来，忙到现在，怎么可能不饿？先把饭吃了。婉和，这位是顾承征同志，你在荆州借住的亲戚，说不定和他认识。顾同志，您好。你好。小顾，尝尝婉和做的排骨，看看味道怎么样？怎么样，手艺还可以吧？味道很好，喜欢就常来，下次让婉和多做一些。你们写信来往了大半年，彼此也该有些了解，怎么会突然觉得不合适？年龄不合适，其他方面也有不少差距。那姑娘长得怎么样？模样好看吗？很好看，我居然会想到林婉和。跟他通信大半年的人又不是我。婶婶，我吃这些就够了，肉您自己留着。多吃点肉，把身体养好，才有精神读书，考大学。谢谢婶婶。你刚到荆州，有什么难处就告诉我和你方叔叔。等你文博哥结婚办酒时，也请你来家里热闹热闹。到时候我一定过来帮忙。小顾，等文博把日子定下来，我们会提前通知你，你可一定要来。你也该抓紧考虑个人问题了，凭你的条件，可是不少女同志眼里的香饽饽。我不喜欢吃肥肉，可这是邓姨家的。实在吃不下，就放到我这里。可这块肉我已经咬过一口了。那就麻烦顾同志了。小顾不会真的对王浩有意思吧？这两个人肯定不对劲儿。方校长，我已经吃好了，谢谢您和师母招待，我先回去了。婉和，你去买一篮香瓜，顺便替我们送送小顾。我看小顾八成是对婉和动心了。过来看看他们下楼之后会不会单独说话。我特意让婉和买满满一篮香瓜，要是小顾真喜欢他，肯定舍不得让他一个人拎回来。顾同志，那我先去买香瓜了。你先跟我到旁边来，我有话问你。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？我从前就会做，那次全家吃坏肚子，不是因为饭菜没做熟，而是有人把装过农药的玻璃瓶拿来盛食用油。我做饭时根本不知道，那顿饭我自己也吃了，差点连命都没还掉。可家里人从那以后就认定我不会做饭，再也不准我进灶屋。其实我一直喜欢研究吃食，高一时还把一本烹饪小册子从头到尾记了下来。今天那道酱香排骨就是照着我记下来的方法做的。顾同志觉得味道怎么样？不错。你为什么一定要住进方校长家做帮工？您和顾叔叔愿意帮我转来荆州读书，我已经很感激了，不能再让顾家承担我的全部开销。正好丁义说方校长家缺人照顾起居，我就过来试试。爹娘为了让我来荆州，还欠着亲戚的人情和外债，我想靠自己挣学费，替家里减轻下负担。既然把你接来荆州，顾家自然会供你把高中念完，暑假时间应该用来补习功课，而不是分心做这些事。可顾叔叔已经同意了，我白天做事，晚上照样可以复习，两边不会耽误。你最好先把心思放在读书上，
安安分分把高中念完。至于其他打算，等毕业以后再考虑。顾同志，我还得去买香瓜，家里的锅碗也没有收拾。您要是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原来他拉住我是为了替我挡开那只球。谢谢顾同志。有没有撞伤？既然没事就回答我，刚才那些话你到底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。走，我送你过去。平时再冷硬的人，碰上自己喜欢的姑娘，也有失去分寸的时候。婉和多好的姑娘，我昨天第一眼看见她就喜欢，你还总说小顾不近人情，现在看看，人家连飞过来的球都舍不得让婉和挨一下。顾同志，邓姨已经给过我买瓜的钱了。他给你的钱自己留着。女同志，你爱人对你可真上心，买瓜都舍不得让你自己掏钱。您误会了，我只是在别人家里帮忙做事。原来是你认识的人，那他对你也够照顾的，还专门开车陪你出来买东西。老板，他已经有准备相看的对象了，那个人是我妹妹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上车，芝麻凉面和切好的香瓜都放在后排了。您一共花了多少？我把钱还给您。这笔钱我得记下来，不能稀里糊涂的让您替我出。一共2毛5，你留着买学习用品，不用还我。谢谢顾同志。顾同志，家里先后打来2次电话，医院的方医生也来过1次电话。知道了。小顾回来的够准时，说出去3小时，还真是1分钟都没耽搁。最近一到休息时就往外跑，是陪对象逛街吃饭去了？真有情况就早点告诉大家，也省得我们还惦记着给你介绍对象。贺主任，我得说明一下，我目前没有对象，那位女同志只是暂时寄住在家里读书的妹妹。你前几天不是专门请假去相亲了吗？程铮，婉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不会真在方校长家出了什么事吧？爸，婉和会做饭，而且手艺很好，我已经亲口尝过，味道不比市里饭庄的大厨差。以前林家人中毒，是有人把装过农药的玻璃瓶拿去盛食用油，他并不知情。我就知道自己没有看错，婉和是个好孩子，怎么可能什么都不会就跑去做帮工？行，我回去跟你奶奶解释，老人家就是容易多想。大哥，你今天这么早回来，是不是方校长家真的出事了？你想报答林家当年的救命恩情，我们谁都不会拦着。可你也不能把一个只会惹事儿的人接进顾家。就他这样的成绩，你还想让我把他转进育英中学？别说育英中学，就是荆州条件最差的高中也未必肯收他。我甚至怀疑，他以前连高中入学考试都是秀宁替他参加的吧？行了，玉华，现在先别谈上学的事儿。振山，你直接告诉我，婉和是不是已经被送进医院了？妈，程铮亲自去了一趟方校长家，还在那里吃了午饭。那些饭菜全是婉和做的。程铮说他的手艺一点不比市里饭馆的大厨差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年纪大了，就随便编几句话哄我？妈，这件事是真的，婉和一直都会做饭，以前全家中毒另有原因。秀宁，你应该知道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吧？当时有人把装过诺农药的玻璃瓶拿来盛食用油，婉和不知情，用了那瓶油做饭，才害得全家一起中毒。秀宁，事情真像你顾叔叔说的这样吗？
顾叔叔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也从没听家里人说过是那瓶油出了问题。就算先不谈中毒的原因，如果婉和做的饭真难以下口，林家人根本不会全部吃下去，这反而说明他会做饭，而且手艺不会差。程铮今天亲自在方校长家吃过他做的菜。妈，您要是不信，现在就给程州打电话，当面问清楚。姑奶奶，我们家里穷，人口又多，只要有一点吃的就舍不得浪费。后来姐姐还烧过一次灶屋，从那以后，娘就再也不让她碰厨房里的东西了。我后来确实没见姐姐做过饭。顾同志在方校长吃的那些菜，会不会是之前那个帮工做好以后留下的？妈，明天正好是您的小寿，让程铮去和方校长说一声，请婉游回来替您做一顿晚饭。他到底会不会做？亲眼看看不就清楚了吗？既然你们都认定他会做，那就让他明晚回来掌勺。不过丑话说在前面，他要是什么都做不出来，而荆州又没有学校肯收他，就尽早让他回去。另外，替他找所高中继续念。婉和，顾同志的奶奶明天过小寿，顾家觉得你做饭手艺不错，想请你过去，准备一顿晚饭，你愿意去吗？顾同志之前确实跟我提过顾奶奶过寿的事儿，不过我现在是在方家做事，明天能不能过去，当然得先征得您和方叔叔同意。小顾把你叫到槐树林里，就是为了和你商量这件事。对，他很孝顺顾奶奶，还让我整理一些适合老人吃的菜式，准备带回去交给家里的丁姨。我还以为小顾是看上婉和了，不过仔细想想，找借口让他写菜式，不也是在想办法接近他吗？你这孩子，回来以后怎么一个字都没跟我们提？我正准备告诉你，明天我们一家都要去文博对象家里，晚上才能回来，你就跟小顾去顾家，替顾奶奶准备一顿寿宴。好，婶婶，我会提前把需要的东西准备好。下午2点再去顾家也来得及，数学和物理先把公式过一遍，语文、历史得多留点时间背诵。他怎么毫无防备地睡在客厅里？别敲了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我是做错了似的。顾同志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醒了就收拾东西，跟我走。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现在2点一刻，还要去取预定的寿桃糕，回到顾家差不多3点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，稍等我一下。没想到自己一觉睡了这么久。他竟然真的复习了一上午。女同志在外面要注意影响，以后午休就回房间睡，别躺在谁都能看见的地方。他是不是知道我要来，才故意睡在客厅的？扣子怎么开了？不过这点程度放在后世根本不算什么，他居然这也要训，还好我没嫁给他，不然日子肯定过不下去。他腰身可真细，但有劲儿。等我以后有了稳定工作，也找个这样宽肩窄腰的新男人，好好谈一场恋爱。姑娘，你老家是哪里的？这是嫁到荆州来了，还是过来投奔亲戚？哎呀，你
你丈夫原来还是个有正式工作的同志，个子高，模样也周正，真是般配。唉，我就说这么漂亮的姑娘，肯定早就定下人家了。可惜我还想着介绍给娘家侄子呢。我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，是他们自己误会的。原是能被十里八乡的人夸成美人，看来还真不是虚名。程真回来啦，不过一个小寿，自己家里吃顿饭就行了，还特意买什么寿桃糕。姑奶奶，祝您生日安康。顾大哥，姐，你们回来了，等会儿看你怎么收场。骗了整个顾家，今天过后，你的名声肯定彻底坏了。顾奶奶，我先去后厨准备晚饭。不用跟着，让他自己去做。顾大哥，这个字很少见，我们以前没有学过，您知道怎么读吗？这个字念滚，是古代盛放食物的一种器皿。顾大哥懂得真多，连这种字都认识。不知道顾大哥什么时候才会主动和我谈结婚的事。玉华姑姑昨天带来的这本古文选里还有不少字我看不明白，顾大哥，您能不能再教教我？等一下，我给你拿本参考书。遇到不认识的字，就按部母从这里查，注音和解释都有。这本书是顾大哥以前上学时用过的吗？是，你先拿去用，等开学以后再给小侄女买一本新的就行了。谢谢顾大哥。他把自己上学时用过的送给我，这算不算是定情信物？老太太已经把话说死了，你今天要是做不出这顿饭，就让顾叔叔把你送回柳溪村。原本老太太已经有些相信你了，可秀宁又说方校长家中午那顿饭说不定是蒋婶提前做好的，所以顾叔叔才请你回来，亲手给老太太做一桌寿宴，当面证明你的手艺。丁姨，等会儿我开始做饭时，能不能请您配合我做件事儿？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姐，我来帮你择菜吧。姐，玉华姑姑昨天来过了，她说你的成绩太差，肯定进不了育英中学，就连京城最普通的高中恐怕也不会收。昨晚顾奶奶和顾叔叔还商量要把你送回柳溪村，我已经替你求过顾奶奶了，可是既然没有学校肯收我，那我也只能留在荆州嫁人了。姐，你准备嫁给谁？当然是嫁给顾同志。可是，丁爷，您还需要我帮什么吗？晚上姑姑一家也会过来，多准备几个人的饭菜。果然，她在方校长家故意睡在客厅里，就是想引我注意。我绝不会接受这种处处算计的女人。顾大哥，姐姐知道自己可能不能在荆州念高中以后，说她准备嫁给你。我不可能娶她。程铮，你进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她最多只会洗菜择菜，等真正动刀切菜时，手艺好不好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切得像喂牲口的东西一样，等那锅汤端上桌，还不知道会咸成什么样。感觉味道淡了一点，该放多少盐呢？哎呀，算了，先加一勺吧。正好让丁一亲眼看见他不会做饭，以后他再想狡辩，也有人能作证。
婉和，人已经走远了。好。要是让秀君提前发现我会做饭，她很可能还会想别的办法捣乱。哎呦，当心锅盖！听听这个动静，这就是你说的会做饭？再折腾下去，后厨都要让他拆了。今天一过，赶紧给他爹妈打长途电话，把他送回柳溪村。奶奶，我去后厨看看。有什么可看的？坐下。你姑姑给你介绍的叶静文老师就在育英中学任教，家里长辈也在教育部门工作。他刚从师范学校毕业，家庭和工作都很合适，你父亲也觉得不错。你看看最近什么时候能腾出时间，抽空去见见叶老师，早点把个人问题定下来。单位最近临时安排了新工作，我接下来抽不开身，个人问题先往后放一放。又是什么工作？见一面能花多少时间？双方要是觉得合适，就尽早把日子定下来。你已经26岁了，跟你同龄的人孩子都能满街跑了。现在秀宁住在家里，你回来住也不方便，还不赶紧申请一间单位附近的职工宿舍，把婚事解决了。今年之内，你必须把个人问题定下来。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听劝了。难道方校长家那顿饭真的不是林婉和做的？表哥，你是专门在这里等我的吗？啊，对，进来吧。什么东西烧焦了？味道怎么这么重？玉华姑姑，向东哥，是我姐姐在后厨做晚饭。林婉和果然满口谎话，根本就不会做饭。大舅哥，你们家是不是换了个不熟练的新帮工？都回来了，丁姨可以准备开饭了。好，老太太。大家先坐，饭菜马上端出来。镇山和程震都说林家的大女儿手艺好得很，不输市里的饭馆。正好今天是我的小寿，大家一起尝尝。真的？那我今天可有口福了。顾叔叔，我去后厨帮姐姐端菜。怎么可能？这些菜为什么一点都没有烧焦？这盘糖醋里脊看着也太香了，比市里饭庄卖的还诱人。这些菜真是林婉和一个人做出来的。顾奶奶、顾姑妈，刚才有一道试锅的菜不小心糊了，剩下这些都是重新做的，你们尝尝合不合口味？婉和妹妹，你这双手也太巧了，做的真好吃。妈，你也尝尝，看看是不是比饭庄里的还好。妈，您亲自尝一口就知道我们有没有夸大了。味道确实不错。妈，今天我们也算跟着您过寿沾光了。都是些家常食材，能做出这个味道，确实很见功夫。你们喜欢就好。后厨还有2道菜，我去端过来。我来端，你不用来回跑。姐，这一桌饭菜真的全是你一个人做的吗？不是婉和做的，难道还能是我做的？我在顾家干了7年，会做哪几道菜，老太太心里最清楚。姐，对不起，我真没想到你后来学会了做饭。以前家里农活再忙，也没见你进灶屋，我就一直以为你不会。爹娘要是知道你能做出这么好吃的饭菜，一定会特别高兴。秀宁，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，
怎么能拿来判断现在？谁家6、7岁的孩子第一次碰锅灶就能把一顿饭做得像样？秀宁，你怎么总拿姐姐小时候的事儿说个没完？人都已经长大了，哪能一直用从前的眼光看她？爹娘一直知道我会做饭，以前暑假抢收麦子、修渠放水，爹娘和3个哥哥忙不过来，家里的饭都是我做。那段时间你每天一早就去别人家帮工，吃过晚饭才回来，当然不知道。我要是只看过烹饪手册，从没碰过锅灶，怎么可能第一次就做出这一桌菜？我去别人家干活也是为了给家里省出口粮，让爹娘和哥哥们能吃饱。我一直以为家里的饭都是娘和哥哥们做的，真的不知道姐姐也下过厨，爹娘从来没和我提起过。既然说的都是小时候的事儿，以后就不要反复提了。孩子长大以后总会改变，从前即使做错过什么，只要愿意改正，就该给他机会。妈，您看看婉和准备的这顿饭，味道好，花费也实在。要是去市里饭庄置办同样一桌，钱和票金都少不了。秀宁，别站着了，坐下好好吃饭。表哥，婉和妹妹做饭这么好吃，你干脆早点把她娶回家，这样我以后也能天天过来蹭饭。别胡说，吃你的饭。婉和这手艺，谁以后娶到你，日子肯定过得有滋有味。婉和，你忙了整整一下午，先歇一会儿，出去吃块寿桃糕吧。对，这里交给我和秀宁，你快出去歇歇。向东哥刚才也进洗手间了，既然你自己送上机会，就别怪我了，亲爱的姐姐。向东跑到哪里去了？怎么半天没见人？顾大哥，我刚才看见向东哥去了厕所，姐姐好像也看见了，随后就跟着他进去了。顾大哥本来就厌恶林婉和，肯定会认定他故意勾引向东哥，孤男寡女关在厕所里，任谁都会往歪处想。门是不是被人从外面锁住了？怎么一点都拉不开？应该不是，可能是里面的门扣锈住了，找点机油润一润就能打开。好疼！婉和妹妹伤得严重吗？让我看看。你们2个在里面做什么？表哥，你们家厕所的门扣早该上油了，我和婉和妹妹试了半天，怎么都打不开。我问的是，你们为什么会单独被关在同一间厕所里？顾同志，我开门开着，以为里面没人，进来以后才发现向东哥正在修水龙头。林婉婷同志，我最后提醒你一次，和男同志相处必须保持应有的距离。要是再让我发现你故意越界，做出容易让人误会的举动，我不会再替你解释。顾同志，我已经把经过解释清楚了。你要认定我和向东哥意外被关在厕所，就是越过男女相处的界限，那你昨天单独把我叫进槐树林又算什么？我不会没完没了的证明自己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不肯相信，就请拿出证据。吃完寿桃糕，趁时间还不算晚，我送你回方校长家。不用，我可以自己回去。离开之前，我只想把转学的事问清楚。既然我答应帮你转学到荆州，就一定会让你有高中可读。好，那就麻烦顾同志了。看我的眼神像在盘问我一样，好像我真做了什么十恶不洁的事。顾叔叔、顾奶奶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我先回方校长家。也好，现在公共汽车还没有停运，这时候回去正合适。里面装了寿桃糕，带回去给方校长一家尝尝。奶奶、爸，我把林婉和同志送回去以后，直接回单位。顾同志不用这么麻烦，我坐公共汽车回方校长家就行。我送你到车站。顾同志，送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回去的路线我已经认得，
您不用继续等，能自己走就尽量自己走，省一点是一点。这是今天做饭的工钱，回去的车费也算在里面。顾奶奶过生日，我帮着做顿饭是应该的，怎么能说工钱？拿着。一下又站得那么远，好像我们根本不认识似的。不过这人脾气虽然又冷又硬，办事情倒还算周全。回来了，是小顾亲自送你回来的吧？没有，婶婶，我是坐公共汽车回来的。顾同志把今天做饭的工钱给了我，连车费也算进去了。这是顾叔叔让我带回来的寿桃糕，您和方叔叔也尝尝。我们在文博对象家已经吃过饭了，你忙了一下午，这些留给你自己吃。好。怎么不是小顾亲自把人送回来？难道真是我想多了？他们两个根本没有那个意思。育英中学是荆州的重点高中，林婉和好几门功课都只有个位数，这样的成绩，连学校大门都进不去。看着挺机灵的姑娘，就算闭着眼睛蒙，也不该考成这个样子。反正她来荆州就是为了找对象，干脆替她介绍个人，早点结婚算了。我同事妹妹家的儿子在印画厂上班，是正式工，也只比婉和大5岁。姑姑，我既然答应过他父母，会帮他转来荆州念高中，就不能随便把她嫁出去。程州，他这种成绩，就算让你爸亲自出面也办不成。难道你还想让他为了这件事到处求人，替你承担闲话？我刚才也和你爸谈过，他如果非要继续念书，就只能找那些条件差、要求低的学校。我爸一定没有答应。姑姑，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学校不一定非得是育英中学，只要管理严格、校风端正就行。除非他有特别亮眼的竞赛成绩，或者能得到校方特别推荐，否则以他现在的成绩，稍微像样一点的学校都不会接收。如果他的成绩能够达到育英中学的录取要求呢？只剩2个月，他想把成绩提高到育英中学的标准，我看他还不如从小学重新念起。考成这个样子，我都怀疑试卷上有些字儿他根本不认识。程州，转学是你爸该操心的事情，你跟着着什么急？你现在最要紧的是抽时间和我说的叶静文老师见一面。姑姑，我已经和奶奶说过了，单位这2天临时有急事，我没有时间处理个人问题。